天堂在人间，天真的孩子与善良的社会气势。小孩子的天真无邪，总让人心头一暖。他们像小天使一样来到人间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我们其实早已身处天堂。他们灿烂的笑容仿佛有着魔力，能融化所有的烦恼和压力。某天晚上，我与太太一起吃火锅，邻桌是一家3口，其乐融融。一位大约1岁多的小女孩，带着她天真的笑容和趣怪的表情，不断与我们互动，逗得我们笑声连连。那甜美的笑容是生活中最珍贵的礼物，让整个晚餐都洋溢着温馨的喜悦。然而，成年人总有属于自己的烦恼，工作压力、家庭责任、经济负担，常常让人喘不过气来。这些天真的孩子却像天使般提醒我们，不要被忧虑缠身，应当抓住每一个可以快乐的瞬间。当时，我注意到小女孩的父亲眉头紧皱，特别是她笑得太开心时，他立即阻止。我一开始觉得他的反应过度，但后来仔细观察才明白，或许是我误解了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我想对这位父亲说一声，辛苦了。即使有天使般的孩子，养育的重担也是不容小觑的。我和太太没有小孩，无法感同身受，也没有资格随意评判别人的生活。生活中，总有些父母因种种压力而未能完全享受养育孩子的喜悦。有时，我也感到遗憾，为什么这么美好的礼物，却让他们看起来不快乐？但回想起来，每个家庭都在面对属于自己的难题，或许有些孩子还需父母付出更多的努力与关爱。自从移居台湾后，我认识了许多朋友，其中一些人迎来了他们的小公主或小王子，看着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然而，也见过一些无法控制自己孩子的父母，为他们的辛苦而感到心疼。我不断提醒自己，你未必能承受别人的苦，也未必能展现他们的善。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拼尽全力，实在不应该轻易批判他人。快50岁的我，依然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需要太太的无微不至，有时还会撒娇假哭，让自己获得更多关爱。我如此幸运，又怎能随意评价那些为孩子辛劳付出的父母？正是因为有这些父母，世界才得以延续。对此，我满怀感恩。在台湾，我见证到无论是有特殊需求的孩子，还是流浪的动物，都能获得善意与照顾。2位特殊教育老师朋友无微不至地照顾漫飞天使，让我深受感动。一个文明的社会，体现在他是否愿意为弱势群体提供资源。其实，所谓的弱势，只是金钱或社会地位的表象。若以快乐指数衡量，这些孩子或许才是真正的富翁。台湾是一个充满善良能量的地方，像天堂一般。从流浪的猫狗到需要帮助的孩子，总有善心人伸出援手，形成了一个温暖的良性循环。我很幸运能够在此见证这份美好，并深深被这片土地与人心所感动。最后，对每一位为孩子付出的父母说声谢谢，对身边所有善良的人致以敬意，也对自己提醒，默默做好自己，不随意评判别人。这或许就是我们此生最重要的课题。愿每个人都能在这趟生命旅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并完成老天爷交付给我们的功课。